爷爷今天出现在爱宝乐园，打破了那些声称江爷爷已经坐上来中国飞机的谣言。虽然江爷爷对福宝很是想念，但是与福宝相比，现在的瑞宝和辉宝更需要自己，因为在中国有专业的团队照顾的福宝，就算江爷爷晚一天到，福宝的生活也不会发生改变。而江爷爷作为爱宝乐园熊猫馆的顶梁柱，如果没有计划的离开，很可能会影响到宝家成员的正常生活。不过既然江爷爷说了6、7月份会来中国，那一定会说话算话的，只需要慢慢等待就可以了。而瑞宝和辉宝现在的园区生活也很是安逸。辉宝今天在树上玩的有些无聊后，来到了妈妈身边。此时的爱宝正躺在饮水盆处的空调口前休息。辉宝悄悄地摸进来，看了爱宝。不过爱宝看上去像是已经习以为常了。爱宝没有生气，而是继续躺着，任凭辉宝在自己身上折腾。辉宝扑在妈妈身上，和妈妈贴贴的样子很是温馨。不过下一秒，爱宝就起身了。毕竟辉宝现在这体格子不是轻易闹出人的了。爱宝去到了小木床上吃竹子，留辉宝自己在原地愣神。而乐宝这里此时正坐在窗前努力营业，给游客们表演着吃播。另外，虽然江爷爷还没有来中国，但是福宝之前在韩国的站姐已经有许多来到了中国。福宝这些站姐们将继续输送福宝这幸福快乐的模样，将其传到世界各地，让我们的福宝继续处于世界顶流大熊猫的位置。江爷爷在福宝营业的最后一天，挨个送别姨姨们。江爷爷的后背假装是来观看的游客，想和江爷爷来个抱抱。江爷爷沉重且又疼爱的巴掌拍在其背上，而江爷爷后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不想让江爷爷太难过。当晚江爷爷送走游客后，江爷爷又去了园区。虽然江爷爷是熊猫园区一把手，相当于熊猫馆馆长的位置，但是对于福宝一家的事情也总是亲力亲为，一直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资历深位置高就撒手不管，反而是越来越上心。当时福宝回国用的运输笼都是江爷爷亲手收拾出来的，而且用的还是爱宝当时用过的笼子。江爷爷还对笼子进行了新的升级，爷爷在运输笼的一侧增加了2个窗口，这样更能便于照顾福宝。江爷爷在福宝离别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福宝回国后会遇到新的好朋友，以及能够照顾好福宝的奶爸奶妈，以后福宝的路一定是幸福的。而且江爷爷还保证自己一定会去见福宝的。언제나 지금처럼 널 사랑하고 행복하도록 응원하고 기억할게. 안녕 푸바오. 안녕 푸바오. 사랑해. 而江爷爷与福宝之间的故事这次真的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明天江爷爷就要乘坐飞机回国了。想必应该是因为福宝的状态很好，不需要再让江爷爷留在这里了。而且江爷爷也要回去处理自己的家事儿。而这2天里，宋爷爷的状态被姨姨们开玩笑地表示道，宋爷爷好像到了半疯的状态。现在对于宋爷爷来说，只想把更多的爱给瑞宝和辉宝，因为经历了与福宝的离别后，宋爷爷会更加爱瑞宝和辉宝，只想把爱留在现在。但现在的宋爷爷看上去像是不管自己怎么对辉宝和瑞宝，总是觉得不够。不过这2天瑞宝和辉宝的状态都很好，似乎更乖巧了。福宝走了，姐妹俩也像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越来越懂事儿了。姐妹俩懂事后，爱宝这就更轻松了。爱宝自己在室外园区享受着春日里的微风，而乐宝这里依旧是老样子，天塌了都不会影响到乐宝的心态。唯有宋3岁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直到看到江爷爷他来中国后交代的事情不够详细，而提前录制了长达2分钟的视频时，我才明白江爷爷为了福宝回国后能够完全接受和适应新的环境，做的准备是有多周全。但对于江爷爷而言，总觉得做的这些还是不够。对于这个从小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宝贝孙女，江爷爷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饲养员的职责。当江爷爷要忍着失去母亲的伤痛护送福宝来中国时，没人能知道江爷爷当时是下定了多大的决心，心里又承受了多少。从爱宝怀孕时，江爷爷就背负着很大的重担，因为这不仅是对江爷爷而言是第一次，对整个韩国来说都是第一次。首个大熊猫的出生对江爷爷和韩国来说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而对于当时的爱宝乐园来说，懂大熊猫饲养的也只有江爷爷自己。而就这样，江爷爷在我国饲养员的帮助下，顺利接生福宝。福宝出生后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成长瞬间，对韩国人民来说都是第一次，也都是充满意义的。对于福宝的成长，爷爷们可谓是10天一个小庆祝，100天一个大庆祝。这让韩国的粉丝朋友们觉得，每天都是在为福宝过生日。而且由于当时韩国粉丝们第一次见大熊猫幼崽，经常会有许多的问题想问，于是江爷爷和宋爷爷在福宝小时候经常专门发视频用来回答粉丝们提的问题。福宝每一步的成长都在姨姨们的注视下，爷爷们让粉丝们
真的实现了云养大熊猫的感觉，而且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凡事有交代。两个爷爷既是给动物园服务，也是在给网友们服务，而姨姨们真的就是这样看着福宝一点一点长大成现在这漂亮又懂事的大熊猫的。虽然福宝每一个样子都看了很多遍了，但是每次重复观看时仍不会觉得厌烦，而这一看就是3年。现在江爷爷因为母亲的原因，现在提前回国了，愿江爷爷回国后一切安好，事事顺利。直到看到宋爷爷今天坐在通道门口，等待着到点接瑞宝、辉宝下班的样子，不免感觉宋爷爷的脸上挂满了伤心与难受，因为明天上午福宝就要离开了，而且这一次的时间以及方式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现在宋爷爷能做的也只有默默看着福宝逐渐远离自己，因为福宝回国只有江爷爷跟着，宋爷爷需要留下照看瑞宝和辉宝。宋爷爷整个人真是碎了又碎，而在宋爷爷心里，想必也一定很想和江爷爷一样，去到中国看一看福宝新家的样子。或许只有看到福宝的新环境比现在的环境好，宋爷爷才会放心。宋爷爷还曾解释过，为什么当时给福宝做这么多的玩具。宋爷爷表示，自己与福宝的关系很特别，虽然第一身份是饲养员和动物的关系，但随着自己慢慢给福宝抚养长大，这个关系在不断的发生微妙的变化，更像是朋友，但又要远胜于跟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在福宝面前只有对彼此的信任，而且这份信任永远不会被出卖，只会越来越深刻。而宋爷爷带着这份情感，便有了想为福宝制作小玩具的想法。宋爷爷表示，就像是每天自己回家，女儿总是期待着自己会给她带了好吃的，亦或是小玩具。而宋爷爷就想，如果自己每次出现在福宝面前，福宝也会像自己女儿一样，期待着这一次爷爷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好东西。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宋爷爷常常对福宝讲，很感谢福宝的到来，以及福宝这些年来带给自己的这些幸福和开心时刻。其实相对的，宋爷爷也给福宝的童年带去了和其他大熊猫不一样的幸福。而虽然江爷爷会跟着福宝回国，但是时间也只有3-4天，所以对江爷爷来说同样有离别的痛苦。或许等江爷爷独自身处异国他乡时，面对要与福宝离开更为难受。不过想必宋爷爷和江爷爷已经没有遗憾了，能为福宝做的自己都尽力去做了。现在两个爷爷有的只有在心里默默的为福宝祈祷，以后的路一定是幸福安康的。在今天爱宝乐园举行欢送仪式送福宝回国时，宋爷爷还是没忍住，再次哭了出来。虽然宋爷爷戴着口罩想掩盖自己难过的样子，但是通过宋爷爷通红的眼睛，明显可以看到宋爷爷哭了。回顾2022年宋爷爷的采访视频，当时主持人问宋爷爷福宝4年后回国的感受，宋爷爷表示到时候自己应该会非常难受，但现在很坚强。当时宋爷爷脸上洋溢着微笑，对福宝离开这问题只是表示具体还要等到那时候再说。而江爷爷则从那时起就开始默默暗示自己要接受福宝回国的事情。江爷爷从这时起就表示，站在福宝的角度上来看，福宝回国是件好事儿。中国不仅物资丰富，而且福宝也可以体验当妈妈的感觉，或许这些对福宝来说才是幸福快乐的。而当时对爷爷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为福宝准备生日。宋爷爷表示，因为宝家的生日都在7月份，所以正在苦恼怎么给他们每只熊的生日过得有所不同。但谁知时间过得就是这般快，似乎福宝这3年在韩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开始宋爷爷来动物园工作，只是因为退伍后没有工作，而来到动物园做兼职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出众，被提成了正式员工，之后便一直身为饲养员工作到现在。宋爷爷认为年轻的自己是个冒冒失失的人，而饲养员却是宋爷爷一直羡慕的工作。而且宋爷爷还表示，自己的妻子以前的梦想就是想当饲养员，自己这也算是替妻子完成了这一梦想。而宋爷爷还讲解了为什么会开始写小作文。宋爷爷表示，动物们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想要照顾好它们，就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的需要。而当你了解它们的想法后，你就会发现会看懂它们的很多小故事。宋爷爷表示，这就是自己开始写小作文的契机。而之所以自己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当自己把第一篇小作文发到网上时，引来了很多宝家粉丝们的观看。当一件事情一旦有人支持和喜爱后，这便会成为这件事坚持下去的理由。而宋爷爷也因此开始不断的创作学习。而对于现在的宋爷爷，对于福宝的离开只有自愈以及默默的接受，因为宋爷爷还要在江爷爷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调整好状态，好好照顾瑞宝和辉宝。